白川，在看什么书啊？这么入迷。在看《不困长生》啊。姓名：白川。年龄：太久了，不记得了。身份证呢？这是你的啊？1984年办的。对。那你现在60了？哎，不止。那您保养挺好啊，主要是心态好。这里是警局，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？没糊弄你，这就是我的身份证。行，那你来警局有什么事儿？自首。哦，自首是吧？自首？你犯了什么事儿？盗窃、抢劫、强奸、杀人？就是活太久了，2000年多年，躲着你们太累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反正活够了，你们找我，我就来自首了。先说清楚，这里是警局，不是给你整活的地方。你这是滥用治安资源，拘留5到10天，罚款500以下。拘留？对。管饭吗？管。强。行，白川是吧？7日拘留，思想教育。走，录指纹，拍照留档。行。总算搞了身干净的衣服，还洗了个澡，舒坦。大哥，什么时候开饭啊？老实点。哦。接下来就是验证日记内容真假的时候了。队长，档案室那边送来一个档案，是个黑户，我查了下，这人有点问题。黑户，先去资料库进行人脸对比吧。已经对比过了。查到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人有点奇怪。哦，这人黑的有点过分了。我们用了目前所有的手段，只能查到他3个月的踪迹。这个人叫白川，是突然出现在金陵的。在此之前，这个人就好像不存在一样。不存在？所有渠道都试过了吗？能用的手段都用了。像他这样信息一片空白的头一次见，这小子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。这人是怎么被抓到的？不是被抓的，是自首。自首？说是什么活太久了，活了2000年，还说咱们一直在找他，他就来自首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队长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人，不要再查了。啊？我说，这个人，你们不要查了。不是，队长，这只是一个黑户而已。没听明白我的话吗？把所有资料整合一下，原封不动往上报，会有人受理的。队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问了，按我说的做。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3个月，没身份，没户籍。这本日记是我3个月前在金陵天桥底下捡到的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要不干脆冒充自首得了。今夜又欠课写了。我跟着始皇帝东巡，路过琅琊，他在台上望海求仙，我在台下扛着竹简。他求长生，我魏延我已有长生。后来他死了，我还活着，现在我也快死了。2024年7月初，我应该是要死了。余生于先秦，父母早亡，距今2230载，辗转流离，误入白民之绝。白民国在龙隅之北，其民白发玉肤，不识兵戈，不识征战。国中有兽，名曰城隍，状如狐，背生双角，乘之可寿2000岁。余少年无知，其而戏之，遂得长生。余之一生，无可皆道。寻常人而寿2000载，非幸也，纣也。2000年间，余见王朝兴衰如走马，皆旁观，束手无相，非不欲为，实不能为。余前出遗民，白衣名川，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是为终。人真的能长生吗？等我资料上传信息库比对的时候，警局这边应该就会发现我的不同了。如果日记内容是真的，那些所谓的特殊部门估计很快就能知道我的存在吧。如果是假的，大不了进精神病院呗。这个白川是那个人吗？还是说只是个精神病？邢队，你怎么来了？治安队那边闲下来了。来见个人，最近送过来的那个黑户是关在这儿吧？好像叫白川，帮把他带到审讯室，记得态度好点。好的，邢队。我的情况还没报上去吗？
还是说日记是假的，根本没什么特殊部门？这是干啥？关录像、关监控，该不会是要表演大记忆恢复术吧？不能吧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说吧。你是金陵警署治安队长邢志国。白川。听说你来自首，是因为活太久了？是。活了多久？很久。很久是多久？2000年。你没说谎？没有。白川是你的真名吗？是。说实话，我不应该相信你活了2000年，但关于你的情况，确实又有些特殊。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位长生者？我给你看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其他能证明你的话吗？比如飞天、遁地、点石成金。这些跟我活得久有什么关系？那能告诉我2012年8月3号你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意思？13年前你在什么地方？2012年8月3号，我想想，应该在丹徒。丹徒。这是……本来我不该来见你的，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不来我心不安。爸爸，已经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来接我？我好想你，不过我很听话，没有到处乱跑，一直在房间里待着。最近房间的墙有点怪怪的，里面有好多东西在蠕动，晚上还会从墙里爬出来，它们都长一个样子，跟公园里的老头一样。对了，今天早上门口突然多了一封信，老头们说是你送来的，我很开心。房间里好无聊啊，桌子上的眼睛告诉我可以给你写信，然后拿去放到沙发里，你就可以收到了。你能快点回家吗？我太想你了，爸爸。女儿才是神经病吧？我是演的，你也演啊？你女儿写给你的？我承认你有个思想天马行空的女儿。爸爸，又过了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来接我？房间里已经没有吃的了，墙里的老头们一直在吵，说他们饿了，可我已经没有食物可以喂给他们了。桌子上的眼睛说可以把我的手伸出去喂给他们吃，我才不要，这样就没办法给你写信了。咦，墙里的老头们出来了，他们说要吃了我。爸爸，我好痛。桌上的眼睛说没事，等吃到肠子我就不会痛了。他们好像吃饱了，但是没有吃到肠子，我还是很痛。爸爸，他们又回来了，在吃我的腿。房间的门好像打开了，哥哥进来了。她不是我女儿。2012年8月3日，单体市死了个女孩，11岁，死得很惨。这2封信是她写的。警方发现她的时候，她下半身和左手都没了，只剩满是牙印的骨架。那时我是治安队长，这案子是我接的。现场干净的不正常，只有沙发里的这2封信。你是那个路过的长生者吗？还有他的事儿？不到啊，日记里没写啊。这封信里的内容一开始没人当真，写的全是胡话，谁会信？后来案子被上面接手了，我被告知不要再管，但私下我偷偷查了很久，只是我的权限不够，有些事我碰不了，后来就不查了。直到今天，你出现在我面前，自称活了2000年。说好的一介凡夫，说好的平平无奇的普通长生者呢？这死骗子！你是那个人吗？这对你很重要。很重要，所以是你吗？是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那封信里的场景。不是我想笑的，是这具身体自己在笑。白川，那个场景到底是什么？日记本主人的记忆，怎么感觉更像是回忆？这本日记的主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死了都能影响到我吗？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想问问当时的情况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要不想说，我可以不问的。
归墟之瞳，其色如漆，身若渊壑，望之如坠永夜。这双眼睛能看见世界的里侧，剥离一切表象与伪装，将万物拉入永夜。我的眼睛没了。这诡异的眼睛和纹路，难道是回忆里的眼球？说好的普通人呢？你这眼睛看上去也不普通啊。那个，我没有恶意。哥们儿，你搁这儿打双闪呢？要弄死我就给个痛快的行不行？你能不能别眨了？你刚刚是怎么了？人老了，身体有点小毛病很正常嘛。那特他妈叫小毛病吗？你呢？专门找我谈话就为了确认我是不是信里的长生者。我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些老头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你为什么想知道？因为那案子我想了13年，但可惜我的权限有限，什么都查不到。后上面下来了一群黑衣，他们和你一样怪特殊，他们资料都拿走了，只有这2封信我悄悄留了复印件。他们叫我忘掉这个案子，我他妈怎么忘？那个11岁的小女孩，她的骨头架子都是我从地上从一点一点捡起来拼好的。你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黑色眼睛，女孩，灰色青丝老头的生物。然后呢？没了。没了？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些东西呢？你把它们怎么了？这不写着吗？吃了。今天就这样。白川，你的情况我报上去了，明天上面会来人。要不换个舒服点的房间？局长办公室有沙发床。不用，我就想混口饭吃而已。果然，什么不通道法，不悟天机，不过寻常人耳都是骗人的。必须搞清楚日记本的主人跟我有什么联系，以后慢慢查吧。邢队长，是我。国家非正环事件调查局，孟月。走吧。你跟他接触过了吗？聊过2句。感觉怎么样？他一开始看起来很正常，我问过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，他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人，只是活得久一点而已。但后来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的眼睛突然变了。什么样的变化？全黑了，整个眼球全部变成黑色，就好像是深渊。他手上冒出灰色纹路，只握了一下扶手，断了，碎了，不是断是碎，碎成了几节。为什么捏碎扶手？你激怒他了？没有，他说人老了，小毛病。你聊了什么才有了这些变化？2012年8月3日，单图案，飞调局应该有记录。着重标注，明白。还有别的吗？没有。除了你，还有谁跟他说过话？值班警员和拘留室那2个警员都是走流水。江鹤，所有接触过白川的人全部签保密协议。明白。邢队长，除了上报的以外，还有没写进档案的吗？就那些。行，带我去见他，不要安排在审讯室。那咱在局处长办公室吧。这是在释放善意吗？林浩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林浩先生，自我介绍下，我叫孟月，国家非正环事件调查局华东大区负责人。林浩，你在叫我？您是我们观测到的第一例神秘存在，非调局第一份特殊档案是你的，所以编号为0。
如果不算那些神物的话，我是第一个。您是大夏国立国以来发现的第一例神秘。1949年7月19日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监测到你的存在和名字。我们找了您77年。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？1949年7月，那时候有一批历史学家被召集起来整理历朝历代遗留下来的文献。在这些文献里面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，有一个名字出现频率高到有些不太正常。两汉的史记、北宋的资稽通鉴，甚至连志怪杂记里都反复出现这一个名字——白川。最开始，这群历史学家只以为是同名同姓，毕竟白川这个名字不算罕见。可这些历史学家却在3年时间内整理的古今资料里拼出来个轮廓，一个可能活了上千年，甚至活到了现代的人。自此，上面成立了专职调查小组。1984年应该是我们离你最近的一次，你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吧？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你的样貌，只可惜你不愿意见我们。你为什么现在突然自首了？没钱了。没钱了？钱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不难吗？退一万步说，你甚至可以去抢拿，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能拦得住你。小同志，注意你的言辞，抢钱是犯法的，怎么还引导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？您是人吗？这什么话？我是正儿八经的人。人怎么能活上1000年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嘛。飞钓局成立至今已有70年，记录着不少类人形神秘的存在和宠物。它们的寿命同样悠久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似人非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失控，但抱歉了，我得先让你冷静下来。不是姐们儿，我特意等你 buff 叠满，怎么一拳就被扛住了？我操！你别死啊！我承认我是冲动了点儿。没事吧？下次别再问那种问题。我是人。林浩先生，合着你是因为我说你不是人才失控的？你早说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用力的。没事。白先生，刚才的事是我的问题，抱歉。没事没事，你那个银色的东西挺厉害的。那个墙要赔吗？不用。那就好。目标情绪恢复稳定，取消归零计划。外围成员入场检查人员损伤。归零计划？昨晚临时制定的。当你这个0号存在无法交流或被视为最终威胁时，华东区会向整个飞钓局发送你的信息。飞钓局7大区所有战斗人员停止一切手头工作，赶来金陵，不死不休。我操！飞钓局对我可真有够重视的。下次有什么直说就好了，大动静很难收场的。有时候动手可比动口快多了。没事的话，我们继续之前的谈话。我主动自首没有别的意思，2000年我躲得太累了而已。另外，我的确是人。我希望你能记住。读过《山海经》吗？读过。《山海经》记载，龙鱼北有一国名白民，其有城隍，其状如角。你是说你亲了那皇，所以能活2000年？真的吗？当然。白猿国在哪儿？你明白什么叫误入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也该给我一个回答了。那你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急需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，就必想搞去依靠飞调局这种国家组织的资源。加入飞钓局没问题，但你享受权力和财富的同时，也得尽好自己的职责。按规定，飞钓局成员每个月都得完成固定的战斗任务，虽然算不上圣物横行，但情况也不容乐观。虚境圣物吗？除此之外，飞钓局对于你们这样的存在没有过多限制，这些能接受吗？执行任务可以，但先说好，打不过的我不去。你也怕死吗？你会不会说话？
能活着谁想死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一般你们长生者不都很厌世吗？简称活腻了。这些老怪物不都这种套路吗？一个比一个沧桑的。你才活腻了。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会尽快安排你入职。入职以后，观察期间你的任何行动都会跟我一起。一起？这不好吧？这是规定。薪资待遇呢？每月3万，9险2薪，一次任务10万补贴，收容一个淬物最低30万。那什么时候发工资？月底。这个月还有3天就月底了。所以这个月给不给？我冒充日记主人都住3个月桥洞了，兜里真可比脸干净。给。另外，非调局人员选拔我会帮你报名。我还要走流程？当然，你的身份也是保密的，所以流程还是要走的。你的档案会被做成2份，一份是0号，另一份是普通人。你长生的方法，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。测试对你来说并不难。今晚我先带你先去精灵分局，你还有别的东西要拿吗？没有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走吧，车在楼下，这里会有人善后的。车在那边。还挺香。金陵分局在城郊有一处安置点，这几天我们暂时住那里。到了。手机给你，有事随时联系。谢谢。你住那儿，我住对面。先休息吧，晚上8点我带你去做实战测试。对了，房间里有吃的，饿了吃。又有新衣服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要不是身体承受上限不够，也不至于用 A 级症状。这次回去要选部炼体功法了。善后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警署这边基本处理完了，最多7窍流血，并无伤亡。此次事件要怎么记录？煤气泄漏，金陵警署地下管道老化，煤泄漏导致多人昏迷。你写报告，我批条子。明白。关于白川的危险评估以及实力要怎么记录？0号实力暂定 S 级，留待以后2次评估，应该没超 S。您和他交过手了？存疑。那危险评估呢？惜败。危险评估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我自有考量。他马上加入飞调局了，今晚我会带他去参加实战测试，以后他就是我们华东大区的人。他要加入我们？您还同意了？孟局，我们对他还不太了解，直接让他进飞调局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万一他有什么目的呢？他这3个月是真的在当流浪汉啊，这太反常了。这样的存在打黑工，不可能是故意体验流浪汉生活吧？不管他有什么目的，他主动来了就说明他有需求，只要他有需要，我们就有的谈，在飞调局成为自己人。不要忘记，像白川这样的存在，天阙他们也会拉拢的。明白。走吧。测试地点在郊外工厂，今晚参加的人不多，10几个。金陵市局那个治安队长邢志国今晚也会来。他要加入飞调局？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要么加入，要么签保密协议。他选了加入。他来了也好，至少有个熟人。华东大区负责人亲自带过来的，这种人要么是废物，要么是怪物。要不谁去试试水？我拳头太硬了，别给他打坏了。别看我容易打死人，我刚练了一套新拳法，还没掌握好力道。那要不邢队长去？好，我是什么很该死的人吗？刚过来。听你们聊了一会儿，谢谢啊，有关系确实爽。其实
我也挺想被叫关系户的，但我爹没那个实力。你。我是孟月，华东大区负责人。今晚的实战测试有些特殊，由我主持。今晚的测试内容很简单，你们每人会领到一只 D 级震碎，在一只 C 级碎物的攻击下坚持住10分钟，就算过关。松物编号 C029， 代号铁皮，实体型松物，身高1.9米，体重约1300公斤，全身覆盖类似废旧金属拼接的外壳。它没有智慧，只有本能，看到活物就打，至死方休。这个是发给你们的震碎药剂，药剂序号 D001， 代号壁垒，由 D 级圣物肉山为原料制作，单支容量2.5毫苗，注射后可提升你们的力量、速度、防御，大概是普通人的10倍，持续时间30分钟。这款药剂注射后，身体肌肉膨胀，臂表浮现暗红色血管状纹路，痛觉神经敏度下降，可在重伤状态下继续战斗，反应速度显著提升，恐惧感降低，战斗意志增强。不需要。这么说，这就是松物。谁先来？别紧张 ，C 级松物训练时模拟过。模拟和实战能一样吗？撑10分钟就行，咱们有壁垒，没多大问题的。你真不用震碎，不要命了！问个事，如果我把那个铁皮人拆了，算我过关吗？你一个人拆 C 级碎物？算。啊？宠物就算打死，应该也没事吧？他真的没有注射壁垒，这小子真的是个怪物。过关了吧？过关了。有水吗？那边。刚刚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把在场的所有人全部吃进肚子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这个东西不用赔吧？不用赔。那就好，还没上班先背债就麻烦了。这可是关系户，才穿上的干净衣服。孟局哪上来的大佬？今天他一拳击029胸口，还笑得老变态。刚刚我有在笑吗？不会真笑了吧？喂，是我，测试出了点意外，你带人再送一只 C 级碎物过来。029死了。死了。梦姐，C级宠物调货要走流程，而且大半夜的，你让我临时上哪儿去给你找？我不管，给你1个小时送一只过来，不然考核没法继续。那029的残骸呢？保存的完整吗？我让技术处的人过去回去。还行吧。顺便让技术科的人分析一下，能徒手拆碎029需要多大力量？徒手？没有武器？对。C029代号铁皮，实体型动物，身高约190厘米，体重1300千克。029的身体及物理属性远超常规金属材料的范畴，无法用现有液体学完全解释。有人把这玩意儿徒手拆了？谁干的？你呀？你没事你也别干呢？一个 C 级碎物，你至于这么惊讶吗？029不一样，它之所以被定为 C 级碎物，仅仅是因为它无智慧、无语言、无情感，行为单一，三无缺一。收容029不难，3等调查员带特制武器就能压住，但徒手拆029要靠1等调查员实力。你拆它干嘛？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一个新人。总之你带人送个新的过来，其他的别问。新的测试从物1小时后送到，考核暂停，所有人原地休息。后面的测试会有其他考官监岗。
说好的收着点呢，这下不止华东，7大区都该知道你这个生猛新人了。我收利了的。你管那叫收着？我问过你可不可以拆的。算了，说正事。你刚才那一手已经传出去了，后续会有不少人调阅你的档案。029很特殊，徒手拆卸至少1等调查员实力。况且你还没注射震碎，7大区都将你当成香饽饽呢。明天他们就会调你的档案，评估你的等级，想办法接触你。所以你怕我跳槽去其他大区？飞调局这边顶多有点烦，真正麻烦的在外面。外面？我都上岸入编了，还有打我主意的？被那些东西盯上会很麻烦。没有这次测试，你迟早也会被他们盯上，只是早晚。谁会盯上我？除了人类、圣物，还有神秘存在，类似你。当然，你是人，他们大多数自诩为神，自封的。他们认为抱团叫天阙，认为自己该在天上俯瞰人间，神应当统治其神。你应该听过赫门吧？听个蛋！这他妈重要内容日记一点不带写的。这几年，天阙一直拉拢神秘存在，积蓄力量，不跟他们走的被带走或被清除。在他们眼里，与人为虎是耻辱。怎么？怕他们条件太好，我就跟他们走？我怕的不是你走，我怕你有一天忘了自己是人。我是人。在天阙，你想要什么，他们就给什么，谁挡你就踩谁。久了，你会忘了自己是人。那你呢？我什么？你开什么条件留住我？你不用开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给了。我给了什么？你叫我白川，不是0号，你们叫他029。但你叫我白川，于我而言，神也好，仙也好，在我眼里跟029没区别。我喜欢我的名字，也喜欢做人的感觉。万一哪天我继续叫你0号呢？那你就是假冒的梦月，谁冒充你我会杀了他。行了，聊完了该回家了。去天阙？开什么玩笑，一个不小心栽在里面就好完了，我还要活着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。天阙本不该这么早告诉他，可029太特殊了。明天会给你办理正式入职，华东大区特别顾问比较适合你。飞调局的一些情况，明早再给你介绍。有什么想问的，随时可以问我。知道了。江鹤，通知陈武和孙毅线上会议。现在。孟局，人到齐了。我今天只说3件事。白川明天上任华东区特别顾问。第一，我这几天的主要精力会放在他身上。华东区各地生物案件侦办情况，你们3个多上点心。第二，封存关于白川的档案信息。明天江鹤走下流程，整个华东除了我，任何人不能调阅他的档案。第三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要叫他白川。0号，谁都不许再提，不习惯的可以叫顾问。另外，给你们个任务，好好想想怎么让白川跟我们建立些羁绊。没听懂，孟局，这是啥任务？陈武，孟局是想让白川对人有感情，对这里有归属感。感情？什么感情？该不会不是我纯直男，不是 gay。孟局是怕天阙挖人，得让白川有归属感，觉得自己是这边的人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生物。说说。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早说嘛！结婚生娃最少能算他100年吧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这就是最大牵绊。咱给他找个老婆。我上哪儿给他找老婆孩子去？这不简单吗？打报告申请呗，让上面批一个。滚！这段时间我留在金陵，你们回去好好想想，要正规的办法。行了，散会。来了。8点半了，你的入职流程已经办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飞调局华东大区特别顾问，职级等同于特等调查员。行。你的？我刚满20岁。对外你就是个男大。East 华东大区 Advisor 特别顾问，目前华东大区只有你一个在职特别顾问，所以是001。另外，昨晚的测试已经传开了，金陵技术科连夜检测了029的残骸，要看结果吗？这么郑重？飞调局不至于没人能拆029吧？有人，
以029的身体硬度，1等调查员注射 A 级镇煞后，或者某些天生觉醒者都有可能做到这种程度。但在外人眼里，你只是个新人，天生觉醒天才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华东区的天才新人调查员，好好扮演天才。这个不用演，我就是。既然入职了，有些信息需要你知道。飞调局总局设在北平，叫做0号基地，下辖7个大区，华北、华东、西南。咱们华东区排在第2，不是因为实力，是因为编号按成立顺序排的。飞调局的调查员分有5个等级，实习3等、2等、1等，特等5个等级，实力对应 D、C、B、A、S。至于更上面的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你现在挂的是特等，直接对我负责。对你负责？我说的是工作上。我说的也是。特等调查员一般是独立带队，有自己的负责辖区，但你情况特殊，这段时间跟我一起行动。这是飞调局成立以来收录的大部分生物档案、虚景研究资料、行动记录，各区内部人员也会在上面交流。你的工号是 EA0001，除了极少数特级机密，大部分你都能看。另外，特等调查员每个月都有任务指标，在这上面就可以截取。终于有查消息的地方了。除了这个官方系统，还有一个地方也可收集一些关于圣物的信息。民间论坛？是一群民间非正常势力自发组建的，里面有一些野路子和退役的，还有一些说不清来历的东西。这个论坛的信息很杂，真假参半。飞调局有测试实力的地方吗？到现在我都不确定自己大概处于什么水平，是吃牛肉，还是我不吃牛肉？是祖国人，还是祖国？一字之差，犹如天堑。有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。现在？金陵是省会中心城市，配套很全面，其他地方可不一定有能让你测试实力的地方。走吧，测试场在分局地下2层，开车过去20分钟。飞调局战力大多靠打药，绝大部分。人力有穷，觉醒者太少，天阙也抢人，我们争不过，所以只能从碎物身上提东西，提炼成震碎药剂。不同圣物药效不同 ，A091双刃 A 级震碎，雪女原料，力量约60倍，还会附带雪女能力，身体也会变，持续80分钟，但不能乱打。我现在扛不住 A 级以上，新人连 D 级副作用都扛不住。这限制也太死了吧！只靠打药，总不能让对面等你扎针吧？不然呢？光靠修行追不上高阶宋物，天生强者太少，还得跟天阙抢。那等级还有必要分？有，分承受上限，有人只能扛 D 级，有人能扛 S 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极小部分人走出了另外一条道路，吃下圣物残骸，窃取圣物力量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私吞圣物明令禁止，不是走不通，是成功者太少。70多年，成功不到10个，尝试者3000多，特等也在内。所以飞调局主战力就是热武器和镇魅药剂。日记主人是成功案例，我这能力好像有解释了个鬼啊！那只是回忆，怎么映射现实？到了，算了，先测现实力。跟我来，搞清楚我到底多能打，其他慢慢来。赵恒，特等教官在下面等你，他有些死板，别往心里去。他还能吃了我？我是怕你吃了他。这个给你，不是镇魅，演示一下，不然数据太变态不好解释，以后出任务也这样演一下。懂了。你就是那个不靠震睡徒手拆了029的天才新人。今天带他来测试一下力量。往那儿打，用全力。全力？全力。坏了。他的发力方式不对，没有用出全力，哪怕只是稍微学点拳法，都能一拳挥出10万击。速度一般，反应稍慢，双臂坚韧无比，技巧，其他部位有些脆弱，综合评定很差，只有力量达到了上位 S， 中位 S 还分上中下 ，S 级往上分下位、中位、上位，再往上是超 S 和股神，不公开讨论 ，S 以上才叫境界。难怪昨天论坛那么热闹。华东在职 S 级也就7位，是第3个中位 S。孟局，这种实力不该做特别顾问，他该去一线带队。行了，测试结束，你的任务完成了。谁敢让这火爹带队，真发狂了。
小队都得被他吃了。走吧。谢了。刚才没用全力吧？测试而已，又不是拼命。圣物和淤景了解多少？不多，2000年来没怎么接触。圣物并不神秘，人怕久了念头就成了生。人怕什么？念头像另一个世界，碰上现实就裂成缝，圣物会从缝里钻过来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修修补补。差不多。还有件事，正式授群级前，你还得过一次实战任务。操，证件都给了，还要任务解锁？规定没法过免。行。你之前说战斗任务打不过的不去。对 ，S 以上的任务不接。先按特征搜，描述没有，名字也没有，不是漏录。我权限不够，或者压根没在网上，搜不到他，那搜我自己看看。是我权限不够，还有些资料不会放在网络上。任务可以放2天，先选部拳法看看。说谁呢？这是？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有任务，紧急的。什么任务？抓捕任务，任务很紧。有人在市中心广场当街杀人，影响很恶劣。报警不就行了？非调局还管这个？这种事不小，但不该让他急成这样。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差不多了，做到这种程度，应该可以让天上那些人注意到我了吧？也不知道学姐说的对不对？咦，我都这么用力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跑不掉的。跑，我为什么要跑？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根本别刺激他。你不懂力量的感觉，你要是跟我一样，你就明白了。有人告诉我，我是神，我应该去天上展现自己的力量，世间唯我显圣。还有谁要来？稳住！没意思，这就怂了。你们警局不是应该还有谈判专家吗？怎么也不来和我聊聊？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，你们派个人过来跟我谈谈，再给个官当当，说不定我就加入官方了呢，帮你们建立特殊部门，守护世界。别怕嘛，我数3下，3下不来，我就要过来喽。别动。3，我来喽！住手！没想到第一个实战任务不是清理碎物，而是抓人。哦，官方的特殊力量，原来官方还有这种东西。你们这叫什么？药物变异还是基因改造？力量不错，但跟我比的话，还差得远。他妈的，这他妈是人！打了D001都被压成这样，有一个跟白川一样的怪物。你们已经很好了，只是遇到的是我。我是与生俱来的高贵，是生命层次的飞跃，是凡人仰望神塔的基石。算了，你们不懂，蝼蚁拼命往高处爬，爬得再高也还是蝼蚁。神不用爬，神生来就在天上，我应该是神。只有这程度，今天你们都会死在这里哦。结束了，动不了，太快了，连第一次任务都没扛过去。白川活下来了，他是谁？可以放心了，他来了。很狼狈啊，你们。谢谢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接手了。你又是谁？你怎么可能打中我？差点忘记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注射演的像不像。你他妈的这谁看不出来你是演的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原来也是打药的。刚刚不过是我大意。
要连太爷爷都喊出来了吗？他是在求饶还是……不是认出了我，是认出了我这张脸。这个人是谁？刚才那一脚我都没看他怎么出现的。你把那个人从墙里拽出来，像面筋一样摔了10几下，地面都裂了。这他妈是人！咱们跟他差距也太大了，当新人给我当好了啊！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特等就好了。下辈子。太爷爷，得带回去问问清楚了。来晚了。不晚，正好收尾。辛苦了，这个人我们要带走。你是谁？ HPDD 李维安。什么玩意儿 HPDD？ 还拽上英文了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人类开发部。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认识你，飞调局华东大区特别顾问，唯一一个在实习期就是特等的新人。白顾问，这个人对我们开潜部很有用，我需要带走。这是开潜部的管辖范围，目标涉及人类潜能觉醒的秘密，我们有权。不管什么有的没的，人我打的，是我评的，人你们带不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行。白川，你确定要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跟开潜部起冲突？你知不知道，飞调局的所有震碎药剂都是我们研制的？你明白你在干什么吗？我确定，而且我不光确定这个，我还确定一件事：你们7个人，加上车里还没下来的那2个，3秒，我只用3秒钟就能把你们一个一个摁进地里，跟他作伴。我知道你是天才，还是飞调组历史上最年轻的特等调查员，但别以为到了特等调查员就可以目中无人。S 级之间亦有差距。我不知道你们大区负责人是怎么教你的，今天我给你上一课。药剂 S013，代号寂灭，S 级震碎药剂里最强的几支之一。它的原料是32年前在川西地下捕杀的一只编号为 S009的 S 级怂物，代号不朽。你有听过吗？那只从物的本体是一团没有固定形态的黑色雾气，大约40米，在川西当地山民称为山神。捕杀行动持续了整整11个月。飞调局出动了47名1等调查员、3名特等调查员，以及超过2000人的后勤和火力支援。009被击杀后，最终只制成了2支 S 级镇血药剂，一支已经在18年前被用掉了，现在世界上只剩下这一支。注射后，使用者的身体表面会形成一层肉眼不可见的击灭力场，半径大约2米。在这个力场范围内，所有能量形式的攻击都会吸收，它可以吞噬一切形式的能量，动能、热能、电能，甚至是其他生物的精神力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现在注射寂灭，你刚才说的3秒钟，可能连我的立场都突破不了。现在，你还要拦着我吗？这么厉害，还是孤品，很好，很好啊。我的了。你这人怎么还抢东西呢？你怎么拿到的？有手就行啊。干嘛？白川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 S 级震碎药剂每一支都有备案，有严格的申令和使用流程。你这不是拿，是抢。那你报 J 啊？你们调查人就是这么做事的？我就是这么做事的。你有意见？白顾问，我们开前部直属飞调局总局，你们华东大区有配合义务。你这样不合规矩的，你的行为我一定向你们华东区负责人汇报。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。我不想挑起部门冲突，我让你打。不敢。电话都不敢打，你跟我谈规矩？等等，人你可以带走，但 S013不能拿，那不是个人资产，没收了。立刻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不然呢？刚刚怎么不说话？现在人走了，你开始马后炮了？愣着干嘛？上报啊！让部长跟华东大区交涉。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们能处理的了。还有，把 S013的事也报上去，就说
被白川代为保管了。代为保管？不然呢？说被抢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？我负不起。人后面。很威风吗，白大顾问？孟大负责人也不知道出来帮我扛事儿，就在这边看着。李维安只是华东开遣部基因工程科的一个小科长，按理来说，他这个级别的干部还无权调查你，哪里需要我帮你扛？你从开遣部抢人无伤大雅，但那只寂灭想留下来可不容易。飞调局的每一只 S 级震碎都被严格监管，你要不是华东区顾问，早被镇压了。那他还敢拿出来显摆？各部门在任务期间有冲突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会这么做，威慑一下，谁知道你会抢？他能让你拿走寂灭，是因为他知道你根本留不住，除非你选择叛逃，或者什么 ？S 级任务，我批条子，那只寂灭算是预支的奖励。行，这可能关乎着日记本主人的一些情况。另外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真不认识。人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先说好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用完了人得还回来。带回去。你要是跟他有恩怨，可以在任务期间杀了他，但不能私下杀，这是原则性问题。我又不是什么变态杀人魔。我什么？你这家伙有够不要脸的，为了求饶连太爷爷都喊出来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像，所以才喊了声太爷爷。我今年20岁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我家祠堂里供着一幅画像，跟你很像。什么画像？老祖宗的画像。详细说说。就是祖宗画像，在我家祠堂，祠堂在村子后面的一座山上，很老了，石头垒的，每年我都会去。祠堂里有3幅祖宗画像，你和第一张画像上的人长得很像，不是像，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当时有点情不自禁。一模一样？对，从我记事起，年年都去，不会看错的。你家祠堂在哪？丽水林家村，从市区到那儿1个多小时，村后就是你太爷爷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。那幅画上没写名字，我爸从小就让我叫太爷爷，说老祖宗的名字不能乱提，提了会招不干净的东西，连我爸也不知道叫什么。除了那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我不太了解老一辈的事。那幅画还在祠堂里？在。我家祠堂虽然破，但每年都有人修。那幅画挂正堂墙上，玻璃框裱着，我爸怕潮气毁了纸。你们会怎么处置我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我都还在当人呢，你才获得力量就不当人了。我以为没人能杀我。手放下来。你身上的变化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力气比普通人大了很多，而且我身边围绕着一种神奇的力场，任何的攻击我都能靠本能躲过去，拳脚也好，子弹也好，都无法近我身。吹牛逼呢，这貂毛还有这能力，我怎么没感觉到？那我的拳头是怎么安抚你的？后来呢？为什么要杀人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一开始我很害怕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了，后来我就开始试探。试探什么？试探有没有人和我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觉得我是特别的。再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学姐，她说我应该是神。学姐？金陵大学的一个学姐，大4，叫沈清，腿很长，屁股大的要命。学姐是我在一个论坛上认识的，她发了一篇名为《神存在的可能性不为零》的帖子，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共鸣，就私信了她。她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说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被选中的，他们天生就应该是神。她怎么知道你不是普通人？不清楚，我只在网上跟她聊过几句，她根本不知道我觉醒的事。可她说的那些话，就像是专门冲着我来的。她说我心里应该有种和别人不同的感觉，觉得这个世界配不上我，周围那些人不过都是蝼蚁。她说的每一句话
都像把我整个人看穿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约我见面，在学校的咖啡厅。他坐在我对面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我身上有光。他是不是还说你背后有翅膀，头顶有光环？那倒没有。然后呢？他撺掇你去杀人的？没有，他没让我去，不关他的事。他说我这样的人应该去天上，如果天上那些存在知道我，就会来找我。学姐说我需要弄出点动静，越大越好。弄出点动静？我在人群面前展示力量，他们会找到我，会带我走。他说这叫隐神。所以你就听他的话去杀人，就因为他屁股大，你就小脑控制大脑了？他没说杀人，学姐只是让我展示神力，只要动静够大，他们一定会。那你怎么就开始杀人了？我去了广场，想着那里人多。一开始我只是想先翻几辆车，让那些人看到我，知道我不是普通人。可后来有人报警了，对我开枪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他有没有告诉你天上那些人叫什么？比如天阙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他们在一个叫天阙的地方。你到底留了多少东西在这个世界上？现在已经不是冒充的事情，而是自己和日记本主人牵扯太深，不查清楚我心不安。我冒充的长生者还是他们的祖宗？不对，我可不信一个活了2000年的人会在近代结婚生子。从灵天的称呼来看，日记本的主人只能是在近代接触过的灵家，但如果没什么联系，灵天身上的能力又是从哪继承的？为什么刚好是5天前？5天前可也是我决定冒充日记本主人的那天。你们家除了你，还有没有人有过这种能力？没听说过，我爸从来没提过。你要去哪儿？等等，我会不会被他把？我知道我杀了人，我知道我该死，但我有用，我真的有用。你们不是研究那个什么特殊力量吗？我身上的立场，我的力量，你们可以拿去研究，抽血、切片、做实验，什么都行。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求你了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画像的事情我回去帮你查，我家里一定要记载的，我知道的都会说出来。差点忘记了，你可不能乱说话。我知道，我愿意配合，你不让我说的我都。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